我这个背景有没有很熟悉？你贴个的，你知道哈？你有看我影片，熟不熟悉？我不熟悉。这里没看，没看噻，回去看10天。没认真看。这里我之前就拍过的，这后面是古宅，然后这边有条街，有一家饭堂，非常的好吃。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吃那家饭堂。然后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看过的？那个叫啥子？家东啊，家东。你看他都熟了，你。家东。Let's go， 开始我们的微环岛之旅。Let's go。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书接上回，爸妈在高雄短暂停留了几天后，我们就开始了环岛之旅。这次的环岛旅行，除了是弥补去年的遗憾之外，还想让爸妈多看看台湾，颠覆一下在他们认知中台湾只有海的印象。从高雄出发，一路向南，第一站我们决定停在嘉东，去吃个我心目中排名第1的饭堂。你好，嗨，我认得你的。对我之前来过。有认得你的。我要3碗饭汤。这边吃吗？这边吃。阿林古早味饭汤是之前来拍嘉东时发现的一家店，也是我对饭汤的启蒙店。当时第一次吃到，觉得好特别哦，于是这次想要带着爸妈也来试试看。不知道第一次吃到饭汤的他们会觉得怎么样？这个小的叫樱花虾，这种你说像瘦肉的，这个是金枪鱼，这边叫尾鱼，屏东这边的特色。饭汤的用料多且实在，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外，还有一些笋丝和鱼丸。不过吃饭汤最重要的是料、饭和汤一起吃进去，超级满足的。这一碗吃的完全是满足感。好吃哈。每吃到一种感兴趣的美食，我都喜欢去查一下形成的原因，饭汤也不例外。它以前叫割稻饭，就是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就这样又有营养又吃得饱，所以这个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是这边的特色。这个好吃。它是尾鱼。妈妈跟我一样，才来台湾不认识这些鱼，常常会把煮熟的尾鱼认成瘦肉。不过现在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分辨得出来了。可以不？可以哈，吃得惯哈。我很怕他们吃不惯。10块钱人民币。哦，有海鲜。还是海鲜。可能它用作这个饭汤里面，可能它的部位没有那么的好，可是这个鱼是新鲜的。吃到最后，我爸评出了一个里面最喜欢的配料——樱花虾。它里头那个虾子好吃。这个小虾子。樱花虾。因为如果喜欢这个虾子的话，我们可以下次去尝试樱花虾炒饭。还有那个米糕，什么糕？樱花虾米糕。樱花虾米糕，有专门这个主食。他2个都吃完了，说明真的还不错。我买点那个汤都要喝了。好吃哦。老板他在跟他的客人介绍，他说可能客人在问他这是谁？老板说这是网红来采访过我的。老板很开心的那种，还有问对方，他说你没看过吗 ？YouTube 啊，很可爱。吃完饭汤，我们继续出发，沿着台一线的海岸公路行驶32公里后，翻过一圈一圈的山路，接到了台九线。当我给爸妈介绍说台九线是我目前走过的最漂亮的一条公路时，爸爸的脖子伸得像长颈鹿一样长。我爸这个脖子伸得像长颈鹿一样，像鹅一样。这一趟旅程我没有特意规划，单纯是想和爸妈出来旅游放松，只确认了每天的住宿点就出发了。但往往是这样，才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比如在便利商店吃到了好吃的冰棒。我妈问我是不是到处都有便利商店，我说是的。然后我们这里绕过了一座山嘛，然后这里就看到一家便利商店，她觉得这是台湾很方便的地方，然后进去买了一个冰棒。好，你吃一下。快，好吃。
是吗？牛肉味我尝一口，我尝一口。呀，那个天好舒服啊，是吗？牛肉味好重。这个好吃呢。嗯。这个好像是全家自己的那个牛奶来做的冰棒，啊，好吃，意外的好吃。准备了哦，准备了哦！边啊，最美公路要出现了，那个是一个弯过去，就是又是海又是山。我爸妈第一次走南回线，看到右边的太平洋的海，跟我第一次看到的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好兴奋哦！我妈本来是一直在录像，她说她想拍很多照，后来说我不拍了，我要用眼睛来看。走环岛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一定要走台东这边，因为你的右边就是太平洋。如果你往南走，走这边的话，你就到里面去了，就看不了这边的景色了。台九线真的是我走过很多次，每次都会惊叹的一条公路。一边是险峻的山脉，一边是不断翻滚的太平洋。走在山海之间，每一处都是不想眨眼的景色。这条路走得多了，自然也有了我自己的秘密基地。现在带我爸妈来到了我们每次来到台东都会到山上来看一下的一个秘境。那当然后面就是金针山上的日升台，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的漂亮。我每次来到台东都会来这里坐坐，纵使上山的路不怎么好走，也尽管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个地方就好像是我在台东的一个老朋友，来到这里总想拜访一下，也总想来吃一吃这里的释迦冰。2个释迦冰。2个释迦冰，哎，2个释迦冰。2位。哦，好，谢谢。2个释迦冰。是什么？释迦冰，吃一下。释迦冰。好吃吗？像沙冰这样，沙冰。对，你没吃到释迦味啊？里面有释迦。很纯正的释迦冰。后来想想，我才反应过来，妈妈可能是不熟悉释迦的味道，吃了好几口才知道，那种特别的味道就是释迦。从日升台下山后，顺道就去了太麻里车站。由于车站前笔直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看出去就像通往大海的路，因此而冠上了全台湾最美车站的称号。我们现在到太麻里车站，我说带我爸妈去看一下那个海天一线。然后刚刚我们还没下车的时候，看到前面那么多人，我以为是要排队拍照的，吓死我了！原来人家是在等大巴的。我爸已经等不及要过去了，赶紧追过去。看到没有？海面比陆地高的感觉是不是？对头，那个地下比那个海底要低一点。对头。你感觉那个海要铺过来的那种样子，其实它是慢慢那个延伸出去的，一层一层的，很漂亮。那边也叫日升大道，日升大道就是到这边来看日出也非常的漂亮，会看到那个太阳，对，从海面上这样慢慢升上来，然后你这里又没有任何的遮挡，视野也非常的好，漂亮漂亮。所以大家从这个太麻里车站一出来的话，就看到这样的景色，就都会觉得哇，台东好漂亮。台东确实好漂亮，但热也是真的热。又是口罩，又是墨镜，还有帽子，还有袖套。哦，还有袖套，全副武装哦，你是。从太麻里车站到台东市区，开车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今晚我们的住宿点就位于台东的市区，住在市区也完全是为了出门觅食方便。我们现在是在台东的咸阳街这边，这边应该是他们住的那种小区吧，一个住宿的区域。然后我发现这里面很多的什么咖啡馆呐，然后一些民宿啊这些，我们就住的这家铁道旅艺。本来对订的旅店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价格实在划算。没想到入住后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个饭店订的超级的划算，我才订成900多块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是镜子嘛，这个门一进来，这边有挂衣服的，然后有一些茶具，这里有一个小冰箱，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卫生间、淋浴间，过来就是2张床，这种是榻榻米的，然后有一个窗，哇！然后这边转过来的话是电视柜，然后一些放东西的，就这样，超级满意。来到台东，我有一件心心念念的事，就是去吃克莱吃了的绿豆蒜。哪知道走近了才看到没有营业，也因为它没有营业，我才在另寻他路的时候发现了一家很好吃的饺子馆。走在路上，我看到了月亮，不能指，前方。它这里蒸饺1笼100块，100块8颗，水饺1颗7块。我还点了一个榨菜肉丝干面，还有一个酸辣面。它这里价格感觉都不太贵呢，还好价格比较适中，我以为会很贵呢。然后这里生意非常的好。你们看一下这个饺子有多大一颗，上来的时候都有点把我吓到了，跟我脸差不多吧，吃一口。看一看是什么馅儿的。这家生意超级的好，我还说只是一个小馆子，结果走到这边来，感觉哇，对，人非常的多，还要排一下队。觉得它里面是韭菜馅的，非常的喜欢韭菜馅的，很合我的胃口，而且里面很多汁，它的面皮也很柔和。我加了一点醋，一点香油，它里边有蒜，还有这种它自己酿的辣椒，这种辣椒非常的鲜。我觉得这个蘸料也好吃，这家推，还要不要点一笼啊？好吃。等一下，怕你那个面吃不完。话虽这样说，后来我们还是加点了1笼。在等待的间隙，我的面条也来了。好浓的沙茶味。酸辣面，它加了沙茶，尝一下，第一次吃这样的面。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叫酸辣沙茶面，它有酸辣汤的味道，又有沙茶的味道吗？很像我在厦门吃的那个沙茶面的味道。再来吃一下我的榨菜肉丝面，榨菜肉丝是干拌的。榨菜脆蹦脆蹦的，有一点酸酸咸咸的，肉也全部是瘦肉肉丝，非常的喜欢。最后我们还点了一个3鲜汤，因为很怕3鲜汤是勾了芡的，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心情就像在开盲盒。我妈很好奇的3鲜汤，黑木耳、鱿鱼，然后一些蔬菜，黄瓜、红萝卜、笋子，上面飘的是油葱酥吧，应该是。妈妈迫不及待盛了1碗来喝。虽然说做计划查攻略可以减少很多的失误，但像这样无意中发现的饺子馆，一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突然觉得这是经验和攻略可能没法带给我的体验。原来刚刚我们吃的蒸饺叫巨无霸蒸饺，怪不得这么大一口。都是比手掌都要大，跟你手掌差不多大，可能有你的脸一半的那个大啊。我妈吃3颗就饱了。
然后我吃了6颗，然后剩余的我爸吃了一点，然后我老公吃了一点，还吃了点其他的。现在吃的好撑呢，我觉得吃了那个饺子就是胃口大开的感觉。吃完出来，走在路上，妈妈有了新的发现。我妈很好奇这个娃娃机为什么在抓纸不抓娃娃，因为这边的娃娃机它都发展的很多了，很多品类，什么都有抓。对，你缺什么你就可以去找那种娃娃机要抓的，你就可以去抓。有些可能抓一个什么数据线啊，这些都有。是哦，哎呦，好细致。刚刚好奇完娃娃机，妈妈又开始好奇，为什么这边的店铺都要公休？我们哪里休息哦？发现没得，每天都有很多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嘛，有好多人，有好多人来吃，他都有好多人，他都煮好久。哎，那面是懂得啥子啊？休息。劳逸结合。嗯，对。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好奇，为什么不管大店面还是小餐馆都要安排公休，也常常因为这样而吃到闭门羹。现在习惯了之后，也慢慢理解了，除了工作之外，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完全黑下来了，都看不了了。这样就看一下吧，我来到了海滨公园。应该是海滨公园吧，我们要来这边看星星，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想带我爸妈看一下我之前在台东看到的那种满天繁星的感觉。虽然说没有之前我在金针山看的那么多，但我觉得看上去如果拍照下来应该蛮好看的。然后我拍给你们看。早安，一早起来下雨了，还下得蛮大的。我们本来说今天要往山上走的，可能要等雨小一点，或者是看能不能去其他的地方。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当天直接从台东开车到清境农场，但因为这周台风刚过，又是断断续续下雨，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一致决定直接北上。途中停留在鼎鼎大名的池上吃个便当，在伯朗大道看看平原风光。但是看地图的时候发现，途中还会经过水往上流，这个早有耳闻的奇观景点，我也早就想一探究竟了。哎，不收费来的，今天不收。我妈就担心收不收费，她身上没带钱。我们现在来到了水往上流，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看前面的山，那个雾气看到没？哇，前面好漂亮。虽然在网络上都在讨论这个景点会比较无聊，但总要来看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石碑上的奇观和真的在往上飘的树叶，也确实让我们好奇了一阵子。你看这个坡往上面走，水往上面在流。为啥子啊？它那个流上去的？都是那节嘛，都是一点点。你看它其实是不是这个沟渠是平的？它只是视觉上给你造成往上面的。因为这个山是往上面的。对，这个山往上面，其实沟渠是平的，它底下那个最底下那边应该是平的。这妈妈再往上面走点看，全部都在猜测这个是怎样形成的。跟着这条沟渠继续往上，就有一个景点的介绍牌，还以为终于找到了答案。水往上流是都兰部落阿美族人在1870年灌溉农田而开辟的水镇，说明这个就是人工开辟的，不是自然形成的。然后后来是这边当地的青少年训练什么基地之一，也是族人在夜里溯溪采集食物和挑水的重要据点。然后后来人们远观此镇，发现水流会顺着斜坡往上流，从此奇观之名远播四方。没有说过所以然哈，没有说那个为啥子看起是水在往上面流，他只是说了那个水镇是啷个来的。后来还是在网络上找到了答案，此处是因为沟渠旁的道路是上坡路，但沟渠底部并非是上坡，而是坡度很小的下坡，因此站在低处看去，就像是沟渠中的水沿着下坡再往上流。我们可以就在这里看一看风景。虽然今天下雨，我觉得台东这边好像树木绿色植物很多，看起来就很像那种在
那个叫什么侏罗纪公园的那种感觉。哇，我妈帮我直进，她手一直在抖，要不要抖？这个景点虽然一下就看完了，但当天的雾气在葱葱胧胧的树木间穿梭，景色还蛮值得停留的。我们又来到了全家，全家就是我家。走，出太阳了，你看那边的山，妈妈，看那边，好漂亮，不加糖豆奶。我来的有，好多钱嘛？25。这最出名的满汉大餐。这个很有名，牛肉一坨一坨的。今天不吃啥，我饭店的随时都有，我改天再买给你们吃。你想吃吗？不是麻辣。哦，有麻辣的了哈。有麻辣牛肉，麻辣锅牛肉面。你都买过那个吗？可以哈。啊，我都喜欢喝那个。它有那个豆子丸。纯的啥子都没加，好像应该都是水和黄豆。哦，看它配料表就晓得。从这里休息好后，继续沿着台九线北上，两旁的景色从沿岸的海景变成了被云雾包围的山景。当视野变得开阔，地形也逐渐平缓的时候，池上就到了。我们现在到池上饭包这边，要来吃一个它的便当。哎呦，好多人哦！早期从花莲搭火车到台东需要8个小时，大约中午就会经过池上。为了让乘客能在漫长的车程中填饱肚子，便在月台上贩售起了池上饭包。池上饭包之名也声名远播，以使用该地区的稻米，还有用竹片饭盒来盛装而闻名。来到这里，坐在门前退役的火车内用餐，我觉得超有旅行氛围的。终于来吃了池上饭包，然后我妈点的是一个炸鸡腿，我吃炸猪排。我爸点了一个排骨，应该是排骨。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是木盒？哪个是木盒装的？然后吃这个到这边来，一定的，我自己的感受哈，是先吃一口白米饭，再吃它的主餐。试一下，因为这边的白米饭很有名，是不是？米很有名。对，池上米。软 Q 的，讲究，然后甜甜的。便当里面除了主食之外，还有一些像高丽菜、香肠、豆干这样的配菜。我吃的炸排骨很好吃，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嫩。那个比脸都大。妈妈说比她脸还大的鸡腿也好吃，爸爸的排骨也好吃。吃到最后，我还是问了一句：对不对甜？它那个。酸菜有点甜。我现在带他们出来吃饭，我最怕的就是他们会觉得太甜，所以每一次他们吃下第一口，我都会问一下会不会觉得太甜了。这里它用餐区域还蛮多的，里面有用餐区域，然后在我正前方，你可以在火车上用，也可以在火车的旁边用餐。里面有卖一些特色的一些米呀、零食啊，还有一些饮料啊这些。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乖乖嘛，之前有观众告诉我说这个5香味的非常的好吃，还看到红茶乌龙红茶，红乌龙茶，念对了，红乌龙茶。然后买了2包乖乖，等一下去尝尝看。这里还蛮好拍照的，等一下也拍拍照。先来开箱乖乖，先来吃一个5香味的。总结来说，5香味就是咸香的，红乌龙茶蜜香味比较足，稍微有一点点的偏甜。本来以为5香味是新口味，后来一问才知道5香是比较早的口味了。吃着吃着，博朗大道也到了。
博朗大道终于来了，第一次来博朗大道。前面很多人的地方，应该就是那棵奉茶树了吧？去看看。这里租车太贵了，800块钱，电动车可以租3个小时。可是我们玩不了那么久，可能最多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要往回走，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划算。最划算的就是11路，11路是什么？就是双脚。哇！这里没有电线杆，然后拍风景下来，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博朗大道全长约2.2公里，由于道路两旁没有电线杆，加上稻穗成熟时随风摇曳的田园景致，被博朗咖啡选中拍摄广告，自此名声大噪，将这条路称为了博朗大道。只是我们来的不是季节。那个要是长起来一片就好了，有的一大片。对头。哇，那种可能不是季节呀，哈。太中的嘛。对头。它的秧的嘛。网络上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就非常的好看，又是山，然后天空又很明亮。而且那个你看那面是高一截噻，等它长起来的话，哎呀，都在那个背后一片绿色，哎呀，好看。对。不过这样的景色还是把不爱拍照的爸爸打动了，主动拿起了手机拍起了照。我爸从来不拍照的，现在把手机拿出来要拍一点影片了，然后拍一点图片，他好发朋友圈。还要环绕，环绕一圈，给我们贴在里面。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各位朋友，你们知道这首歌吗？我爸妈说这首歌是台湾早期的校园民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但又不确定是不是台湾的歌。这首歌以前我会吹那个口琴，还会弹吉他。哟，恁个厉害呀！我都不晓得，妈妈你晓不晓得呀？都不晓得。他吹儿。那一段历史都只有他自己晓得。那个时候我们读初中哎，能够吹得来口琴和弹得来吉他的话哈，那是很牛的一件事啊。很不得了。我为啥子会呀？都是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个，他是支边青年到云南，那个时候边界地区。要比内地要稍微好，他们接受的东西要多一点。他回来哈，我们的哥哥前哥哥后的就扒到起，那个都学了一下，都是那个的。感觉爸爸越说越来劲，还透露了我和妈妈都不知道的技能。我爸妈走在前面，我帮他们录了一段视频，我觉得很美好。然后现在要去追他们了，我们要去往下一个地方。今天这一路运气都很好，刚好在我们上车要离开的时候才下起了雨。今晚的住宿安排在了宜兰礁溪。现在是4点47，然后有一点下雨，天也有一点黑黑的。往这个方向看过去，这个方向看不到。这个方向看过去，那边感觉就是很大一块乌云，下大雨，大雨的感觉。瑞穗有机农场，我们现在在瑞穗鲜奶的地方。现在我来到了鹤岗，黑龙江的鹤岗，5万块钱一套房，5万块人民币一套房。路过花莲的时候，发现下过雨后雾蒙蒙的花莲，在即将夜幕的时刻，好美哦！下次我一定会再来的。开了5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礁溪。这个酒店好满意呀！快进来。首先进来过后，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上面就是摆了一些水壶啊、咖啡机，然后这个是娇兰咖啡，明天早上就可以喝了，开心。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要自己备饮料。然后这就是床嘛。哇，好软哦！然后一面大大的电视，这里是一个洗漱台，有一个窗户，这个窗户我给你们看一下，反正就是一个窗户。然后，噔噔，它
它虽然不是干湿分离的，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还蛮大的，一个浴缸，一个马桶，然后这个酒店干干净净、新新的，超级满意，而且就在礁溪的市区里面，走下去就有便利商店，满意。因为到礁溪后比较晚也比较累，还因为爸爸最近吃的太清淡了，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干脆就买了他想吃的麻辣泡面当做晚餐。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泡面品牌。之前我在南部的超商是没有看到过这个牌子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有宜兰这边才有的。准备来试试这个泡面，试试看怎么样。这个是满汉大餐的麻辣锅牛肉面嘛。然后今天因为我爸他去逛了一下全家，他看到这个他非常的想吃，一直在车上练。然后他最近口味吃的比较清淡，想吃一点辣的，所以他是吃这个，然后我是吃这个。他们第一次吃这个满汉大餐，哇！第一次看到人家大块牛肉在泡面里头。满汉大餐牛肉面是统一企业邀请了当时很有名的烹饪专家傅培梅老师参与研发的一款泡面。第一款真味牛肉面在1983年就诞生了，也就是说，台湾的泡面在1983年就有了真正的牛肉块在里面。爸妈吃的麻辣锅牛肉面是在1988年就有的口味了。自从跟爸妈讲了这个故事后，他们忽然觉得这碗面更香，吃得更起劲了。终于解馋了，好了，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哟，拜拜。哟，脑海那个景色，哦哟，那个景色不白了，我跟你说。刚好没有汤。云端的，云端煮它。